本视频是由良心无节操的每日语音公众号小白测评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又和大家见面了本来呢，我以为魅族的 Pro 6 Plus 呢，应该是今年这个日历上的2016呢最后一个视频了没想到呢，突然杀出来一个荣耀的 Magic 虽然当时是发布了，不过呢，我以为我是买不到这台手机，或者说是碰不到这台手机，因为当时它发布之后当晚就开售了。结果肯定是目秒全是吧？一开售就卖光了。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呢，今天我又是接触到了这个荣耀的 Magic 我也是非常的意外但是这个在我手里的体验时间是非常的紧迫所以说今天呢就只能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简单的上手体验，先来看一下这台机器这个机器呢在今年呢也确实是比较意外的一台机器，就像那个小米 Max 的那个定位一样，整个这个设计还有就是它的整个这个发布会的定位上来看呢，都是之前荣耀系列呢不曾有过的，也号称是这个未来手机是吧？确实是比较紧迫，因为这个相机部分呢我都没有怎么来得及详细体验。OK， 那咱们就废话少说，赶紧快来看一下这个荣耀的 Magic 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OK， 我拿到这台荣耀 Magic 呢，肯定是被打开过了这个盒子呢和华为 P9 的那个非常像手机咱们先拿出来这手机拿在手里，这手感确实非常棒还是一根 Type C 的数据线由于这次呢它是采用了一个特别的快充其实就是加入了一些石墨烯的材质之前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咱们是跟大家聊过这个石墨烯的电池，也说过好多次但是我了解呢，这次虽然这个荣耀的 Magic 它的这个电池呢是采用了石墨烯，但是并不是全部只是部分采用了这个石墨烯的材质所以说它的这个充电速度呢都已经非常快了。你想象一下，如果它后期升级版本全部采用石墨烯的话，那这充电速度还是挺恐怖的官方给出的数据呢，20分钟就可以充到70%，10分钟呢就可以充40%，40分钟左右肯定就可以充满了。这个整体造型呢跟之前也是不太一样不过我觉得它这个设计还是蛮好看的。这次在电池上呢，荣耀的 Magic 呢其实并不大连3000毫安时都没到，2900毫安时不过它整个手机的这个手感上呢确实是非常的好，美与性能之间肯定是要权衡利弊的嘛整个前面板和后面板呢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两块这个整的玻璃之前的这个4曲面呢是由 vivo 的 X6 做出来的它整个的前面板呢也是4个边角呢也都有这样圆滑的过渡，这种球形的这种曲面设计像之前那个小米的 Note 2呢，它那个是柱状的曲面设计嘛这个要更进一步，而且整体的这个质感和做工上呢确实是非常的精致，尤其是下边这些开孔还有就是侧边的这个整个边框来说确实还是挺漂亮的对了，它另外呢还附赠了一个壳子，我觉得这个壳子还是非常有必要给的咱们来戴一下看一下。这手机呢不加壳的话呢是非常的纤薄，即便是加上壳子这个手机的整个的质感上呢也是非常的好，因为它两边呢都是一个中宽过渡的这么一个风格。中间的这个金属框呢同样是非常的窄这3颗按键，电源键和2个音量键呢也是做的非常的窄，但是整个的做工和按压的质感上呢还是挺不错的。四边呢1、2、3、4有4个开孔，下面呢是集成了这个数据线的插孔，还有扬声器、耳机全部集成在了下方。这次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就是它的 SIM 卡槽。这个 SIM 卡槽从底下看的时候呢，就比咱们之前体验的那些手机的卡槽宽一些这个卡槽拿出来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复杂程度就知道这个卡呢是插在两面的，并不是长条状的，就是并排的2个，而是正反插正面可以插一个，背面可以插一个这个我在看它官网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特别的说明因为没有办法嘛，只能放在这个地方，顶部和侧边呢全部都是没有位置了。整体手机上手来说呢，第一个感觉就是轻薄，而且手感非常好。这个前后的黑色玻璃设计呢，有这个小伙伴刚刚发布的时候在网上调侃像一个肥皂手机的质感呢，之前呢确实是没有体验过
它其实上面呢是有额头的，跟这个下边呢几乎是差不多的。尺寸上呢并不大啊，只有5.09寸，但是它的这块屏幕呢是采用了来自三星的2K 的 AMOLED 屏幕，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之前那个2K 屏幕的手机呢，在今年都比较少，比如说今年的魅族的 Pro Plus， 而且它的屏幕这么小，只有5寸多，从拍照的样张还有整体的这个亮度上来说呢，这块屏幕的素质还是挺不错的。据我刚才体验来说，跟我手头的这几台手机对比了一下，还都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屏幕。而且这块 2K 屏幕呢，还是一个曲面屏，它的这个曲率呢，我感觉要比之前我体验那个华为的 Mate 9 Pro 呢还要稍微大一些。那个之前咱们说它勉强算曲面屏吧，那这个应该就可以划为曲面屏之列了。我现在还是在被它的这个整体的外观 ID 的设计上所感动啊，之前确实是没见过。由于这台手机的屏幕呢比较小嘛，整个手机呢也比较小巧，握在手里的这个控制感呢是非常的好，拿在手里的感觉大家可以看一下，可控的范围是非常大的。它的这个 Home 键呢是稍稍的凸起于前面板的，并不是与前面板全部持平的。这个摄像头呢，前置摄像头是稍稍凹下去一点的，也是不与这个前面板持平。后面的这个双摄设计啊，并排，然后跟闪光灯呢都是并排到一起。这块呢，我觉得这个闪光灯啊，完全可以做到与这个后背板全部持平，但是它呢加了一个小小的金属环，就是在它这个闪光灯的外圈。可能是为了保护这个闪光灯吧。这个摄像头呢是可以直接做到玻璃里面，并没有露出来，直接做到这个后背板的里面了。但是你也要注意一下啊，如果要是你不小心呢，或者是不带壳的话，把这块沾上污渍，拍照的时候记得要清理一下。这款手机初上手来说呢，在外观 ID 上确实非常非常酷，就和我体验小米 Mix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而且它的可控性非常好，这个我觉得它是可以真的就是购买来好好使用的一台手机。小米 Mix 咱们之前说过是吧？它是非常酷，可能还比这个荣耀的 Magic 还酷，特别漂亮。但是它可控性不是特别好，就是在实用性上呢可能稍微打点折扣。但是这台手机呢，我个人感觉在实用性上呢可能还要更好一点。不过在电池上呢，2900毫安时的电池确实是稍微小了一些啊，而且呢比较容易沾染指纹，加上壳子的话呢，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OK， 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掉粉时间了。没有赞助商，咱们就给自己打个小广告啊！如果你觉得每一期10-20分钟的视频不过瘾，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好吧，我知道这个名字直白且土气啊，但是却干货满满。不仅能在此直接收看近期的所有视频，小白我每天跟你语音聊天，新鲜的科技圈资讯、精彩的幕后花絮，这些都是少不了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小白测评”，或者扫描视频中频繁闪现的二维码，你的关注就是我的动力。每天我在那等你，期待加入。这次在发布会上呢，大家肯定有不少小伙伴看了啊，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叫 Magic Life 这么一个，可以说功能也好，或者说是一个生态也好。虽然这些服务之前都有，比如说到这个电影院呢会自动的来给你弹出这个电影的取票码，或者是到火车站呢直接弹出来这个一些票务的信息。这个功能之前有别家厂商做过，但是这次的荣耀 Magic 呢可以说是做了一个全面的整合不过呢我在这儿目前也没办法给大家体验，因为我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在我手上，这点呢是比较遗憾了。主屏幕向左滑呢有一个管理中心，我发现今年的好多这个厂商都是做了这个功能，有一个集中的处理中心就是你的图片啊、视频啊，还有各种文档啊、各种卡之类的，这个确实是在目前比如说服务或者是功能爆炸的时代必须要有的这么一个功能吧。它正面呢是只有这一颗按键左右呢是并没有侧边键的，加入了一个上滑的这么一个状态栏，集成的东西呢也都是挺多的由于这次呢在我手上的体验时间呢是比较的紧，所以说我只是在这个回来的路上给它单独的拍了一些照片并没有拍这个一些特别的样张，所以说大家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荣耀 Magic 样张这几个关键字就可以了如果要是英文懒得输呢，可以输这个
荣耀未来手机样张，也可以荣耀未来手机样张，就可以直接查看它的这个实拍样张图了。在设置界面中呢，它有一个专门的智能场景，现在是开启的状态下啊，大家可以看到有什么打车啊、酒店啊、火车票、飞机票之类的，就是你在地处于那个状态的时候，就你实际到达那个状态的时候，它的手机呢会自动的给你弹出一些相关的消息。但是呢，我觉得对它的这个电池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吧，因为这个必须要连接 GPS 嘛。如果要是长期在外边使用的话呢，当然这个是第一代产品有这个概念呢还是好的，在这个电池上呢可能会消耗的比较大一些，而且它侧边的这些玻璃过渡呢。做的确实是比较漂亮啊。在售价上呢，3699块钱的售价，应该在外观 ID 上付出的成本非常非常的多啊。在这个速度上呢，还是挺快的，不需要按压，直接就可以解了。当然，你按压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个亮屏的过程，然后再进行解锁。这台手机其实大家的关注点呢，还是它的外观 ID 吧，4G 加上64G 的内存，用了麒麟950的处理器并没有用到华为目前最顶级的960的处理器。应对这款手机这么一个大小它的一些应用来说呢，我觉得还是足够的但是如果要是换作是定位旗舰来说可能用到960的价格还会再贵一些吧。拿在外边挺招人眼的这么一款手机。OK。再说句抱歉这个视频呢确实比较仓促，在我手上被允许体验的时间比较少整个这台手机呢，其实最吸引我的呢，还是这个外观 ID 方面。它的这个 Magic Life 的这套系统呢，其实之前别的厂商呢也都尝试过，也都做过这次呢，它进行了一个深度整合，在视频中呢，咱也是说了。但是它对你的网络对你的电池或者是第三方的一些对接服务呢，要求还是挺高的。目前我这个系统呢，应该是还没有升级到它最新的那个系统其实后边如果它整合完了之后呢，我还是挺期待的。就像之前咱们说的那句话，最牛逼的这个科技就是让你感受不到科技的存在当你想象一下，我进到电影院了，我一掏手机，它自动把它的一些取票码或者是我买好了一些零食或者直接这个兑换码直接给你弹出来，到那儿直接一扫码或者是一验证。这个想一下呢，虽然不难，但是呢其实咱们还并没有很好的实现的这么一个场景功能，甚至说以后都不需要电影票这个检票的口呢，直接就是一个扫二维码，大家直接拿手机滴扫一下，然后直接进去或者是你手机没电了，然后车站或者是电影院有这种极速的无线快充，直接把手机放在那个无线的这种直接快速充电，全部都是石墨烯电池这个未来感还是非常强的。整体手机来说呢，最吸引你的呢，肯定还是外观 ID， 就是这张脸了。现在呢，如果要是哪家厂商想玩一些爆炸性或者是一些特别的机型呢，为数不多要下功夫的呢，就是这个外观 ID 了。它是在咱们日常使用中呢最有区别性、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改变方面吧。我相信这个外观改变上呢，肯定也是第一能吸引你的，对吧 ？OK， 关于这台手机呢，这个保护性还是要加强一些，毕竟是双面玻璃，咱们这个沾指纹还有就是如果要摔一下，这个成本应该是不低的。好在呢，它这个原厂呢送了一个壳子由于它这个机身做的比较薄呢，戴上壳之后呢，也并不显得臃肿。这台手机呢现在并没有大规模上市，所以说还是比较难碰到的。这次我也是非常意外，可以去它的这个体验店里面呢去体验一下，看一下这款手机这个手感上应该是能被折服的，还有这个外观 ID OK， 今天呢这个视频呢真的就是一个简单体验实在不好意思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后期如果小白买到这台机器的话呢，也会给大家做深度的体验。除了这个视频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已经有10万多的小伙伴在那一起跟我们爱之求真了。小白测评，大家扫码关注就可以了。每晚开车不是每晚开车，每天语音每天语音跟你聊科技。还有就是我们的年终抽奖活动呢，在这儿呢也再重复一遍就是大家去我的微博小白 MTX 转发置顶微博就可以了，就是 Pro Plus 的那期视频，因为当时那个作为今年的最后一个视频嘛，大家赶紧去转发吧。我们这期的活动奖品呢是这个魅族的一个背包。好，不客观正经，小白测评，我们下期再见。Yeah.
OK， 简单的体验了。OK，再说句抱歉啊，这个视频呢确实比较